第46章放牧。清晨时分，天色微亮，墙角巷内多是安静不动的幽暗。借助达尼兹的斗篷，克莱恩融入阴影里，快速穿行游走，只觉四周灰黑透明，现实抽离模糊。所有的声音都仿佛从星空深处传来，空荡而悠远。最大程度远离橡树大道后，他辨别位置，从阴影里长出，浮现于一条布满残砖碎石的无人巷子内。克莱恩双手一抖，将孔雀蓝飞毯裹住的钢铁麦维提甩了出去，扔到了面前，务求在对方灵体开始消散前能完成放牧。他丢掉飞毯，上前一步，伸出左掌，微张五指，居高临下的对准了尚有余温的尸体。蠕动的饥饿随之露出原本的样子，薄薄的仿佛人皮制成。他的掌心位置裂开了两只眼睛，瞳孔鲜红，仿佛血染。呜！巷子内突然刮起了一阵寒意进入骨髓的微风，他在钢铁麦维提的尸体上打旋，扭曲着形成了一道近乎透明的人类身影，隐约能看出厚厚的嘴唇和钢珠般的卷发。麦维提灵体的表情异常痛苦，竭力抗拒着蠕动的饥饿的吸引，而灰白和黑绿交杂的一点点光芒如同涌动的银河，迅速从血肉之躯里飞出，融入了那透明的身影。不！麦维提发出无声的惨叫，试图求饶已来之不及，只能绝望地钻入人皮手套里面。被固定在空白的那根手指上，并张扬出非凡特性，与所处环境发生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就决定了放牧钢铁麦维提的灵魂时，能使用它哪些能力，或许一个，或许两个，不超过3个。具体内容在固定下来前，不受克莱恩控制，纯粹随机。蠕动的饥饿迅速覆盖满苍白，最终又变回了之前伪装的样子，一只普普通通的黑色手套。克莱恩闭目感应了几秒，有些放松又有些喟叹的吐了口气。这一次他的运气不算差，但也不算太好。他成功获得了钢铁麦维提3种非凡能力，但其中没有他最想要的不怕枪击，不怕火烧，不怕一定当量炸弹的体如钢铁和顽强生命力。一是活尸的力量能让我做出狂暴的攻击，弥补以前敏捷型格斗的风格缺陷。二是对冰的掌握，虽然无法像魔女途径一样凝聚冰枪，制造暴风雪，做最直接的攻击，但可以冰封四周地面，降低空气温度，有效影响对手的行动。如果出现身体接触，甚至还能冻住敌人，僵硬他的血肉，完美搭配格斗能力。三是操纵活尸，呵呵，以后我也不怕人不够组不起牌局了。克莱恩略作思考，弯腰检查起钢铁麦维提的随身物品，他很快翻找出了26磅11苏勒8便士现金，以及一堆看似正常实则奇怪的东西，比如蜡烛、夹子、带刺的皮鞭等等等等。考虑到钢铁麦维提大概率是玫瑰学派的成员，且属于放纵欲望那一系，克莱恩隐约明白了什么，呸了一声，收起了现金。狼人有超强自愈力，活尸有钢铁般的身躯，确实不需要带治疗类的药剂或物品。和达尼兹判断的一致，麦维提没有神奇物品，也是神奇物品数量稀少，许多又有明显的缺陷和负面效果，不是谁都想拥有，谁都能拥有的。之前怨魂、活尸、狼人的组合也才2件神奇物品，深红月冕和生物毒素瓶。克莱恩点了点头，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张叠好的纸。他展开这张表面发黄的纸，将它放在了钢铁麦维提的身上，盖住了对方的脸孔。这是一张悬赏令，上面印着麦维提的肖像画和对应的悬赏金额6000磅。克莱恩站直身体，退后一步，踩住那张孔雀蓝飞毯，抽出了一个纸人。啪！他小臂一甩，手腕抖动，将纸人扔了出去，化成火屑，洋洋洒洒飞落。紧接着他又变成阴影，与物品一起消失在了这条巷子内。过了2-3分钟，科尔多瓦罗耶才带着部分待发者队员匆匆赶到，正好看见一阵凉风将悬赏令吹起，露出钢铁麦维提血肉溶解、眼睛圆睁的脸孔。哗啦啦，悬赏令掉在了旁边，依旧正面朝上。失去目标踪迹的科尔多瓦等人带着钢铁的尸体，沉默地返回了之前发生战斗的区域。看了眼检查现场的队员，身为执事的科尔多瓦收敛情绪，沉声问道：太阳的信徒，这对他，对本教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负责寻找线索，用超自然手段还原真相的带法者队员并不是风暴途径的非凡者，而是阅读者对应的序列7守之者，
也就是侦探，他没急着回答，走了过来，蹲下去检查起麦维提的尸身。过了一阵，他抬头说道：“不是太阳的信徒，借助的应该是神奇物品的力量。理由？”科尔多瓦皱眉问道。那位带法者队员道：“这里有来源于血肉深处的邪恶感，其中一具尸体就是这样被吞噬的，只留下了本身的特异和物品。如果是太阳的信徒，即使是依靠物品，也不会做类似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真实造物主领域的东西都是污秽的，必须立刻被净化或封印，不该也不能借用。”科尔多瓦想了几秒，认同了这个判断，转而问道：“极光会的人，他们肯定会将尸体包裹在自己的体内，等离开后再做处理，没理由当场肢解，既浪费时间，又留下一堆还算有价值的东西，这么急着吞噬，很像是神奇物品的负面作用。”那位守之者冷静说道。同时拥有太阳和密奇人领域的神奇物品，或者类似牧羊人能力的那种。贝格，你的判断是哪个？身为执事，科尔多瓦有权限了解牧羊人和他们的特殊能力，而那位守之者知道是基于他在队伍里的定位，其余带法者则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守之者贝格站了起来。都有可能。有怀疑对象吗？科尔多瓦沉声问道。贝格摇了摇头，暂时没有目标，但可以确认一点，血色荆棘是烈焰达尼兹杀的。另外那位是他的帮手，一个相当可怕的强者，不比海盗将军们差，一个可怕的强者。科尔多瓦表情凝重的低语了一句，旋即眼睛一亮道：“会不会是艾德文呐？他能模拟自身见过的一些非凡能力。”守之者贝格沉吟了下道：“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情报显示他几天前还在苏尼亚岛附近，除非他能模拟出相应的能力，借助灵界穿梭过来。”科尔多瓦来回踱了几步，环顾一圈道：“处理现场，不要惊动附近的居民，我会将任务报告提交上去，希望能得到更多更有效的情报。这涉及一个战力至少等于序列5的强者，让他只能克制住暴躁的心情，做出最理智的决定。”老奎因的房屋内，沉重石门封锁的地下室中，坐在矮床上，安静望着桌上烛火的阿尔杰眼前忽然一花，看见了弥漫的灰雾，以及灰雾深处端坐高背椅，俯视着一切的愚者。一道模糊的人影置身下方，双手交握，抵于脸前，用虔诚的语气说道：“伟大的愚者先生，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事情顺利结束？那可是钢铁麦维提和好几位非凡者，世界做事真利落啊，实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不愧是愚者先生的眷者。呵呵，他又能在塔罗会上兜售非凡特性了，说不定不止一种。他是怎么绕过封印物2到37影响的？神眷者的特殊。阿尔杰念头闪动，本能感谢了愚者先生。接着他掏出一个金属小瓶，将里面薄荷味的纯露抹在了鼻端。强烈的刺激性气味钻入脑袋，阿尔杰瞬间变得异常清醒。他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白纱布口罩，并将月亮精油倒了上去。有条不紊戴好口罩，阿尔杰站起身，缓慢走到了沉重石门旁。他动作沉稳地从衣物内侧取出了个密封的金属罐，扭动机械开关，抽出了一根管子，然后他将这根管子塞入石门的缝隙里，延伸了出去。无声无息间，金属罐内的气体飞快往外弥漫。这是月亮埃姆林提供的血族麻醉气体，它能让强壮的普通人、序列9以身体健长的非凡者、更高序列但体质不够好的目标昏迷过去。即使老奎因能撑住，也会受到明显影响。至于他的帮手和朋友，阿尔杰靠着石门，耐心等待。罐内气体发散出接近1/3时，他将管子收回，合拢了开关。他转过身体，侧耳倾听起外面的动静，收获了满意的答案。阿尔杰露出一丝微笑，气息飞快内敛，做着积压。突然，他身体肌肉全部膨胀，往前挥出了一拳，暴怒一击，砰！沉重石门的铁锁直接崩碎，本身也随之敞开。阿尔杰收回拳头，迈步走了出去。外面一片沉睡着。P.S. 蠕动的饥饿有2种模式，放牧和吞噬，前者针对灵和非凡特性，后者针对灵和血肉。第47章默契。酸柠檬街48号，蔚蓝之风旅馆外面，穿着厚夹克和阔脚裤的烈焰达尼兹绕路返回，贴在墙角，好久没有移动一步，犹豫着要不要趁机逃跑，不再面对格尔曼斯帕罗那个恐怖的疯子。
和班西港的遭遇战不同，这次他藏在较远处的屋顶，能将整个战斗区域尽数纳入眼底。所以，在辅助格尔曼斯帕罗并对抗血色荆棘亨特利的同时，终于看清楚了那个疯狂冒险家的战斗过程，把握住了对方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和特异之处。纸人替身、火焰闪现、精神冲击、太阳领域的神圣光芒、搓动手指打出的空气子弹，彻底伪装成另外一个人的能力，以及变化了几次外形并吞噬掉斯考尔的神奇手套，数量超乎了我的想象，而且有几种还无法兼容，这不是单纯序列加一两件神奇物品能够解释的。还有，那发自灵魂深处的饥饿感也说明了一些问题。飓风中将的那只手套，蠕动的饥饿。船长特意提醒过我们，那手套可以放牧多位非凡者的灵魂，从而使用他们的能力。达尼兹心里流淌过了之前思考的内容和最终的判断。格尔曼斯帕罗是蠕动的饥饿现在的主人，他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依靠强力神奇物品才显得如此可怕，就心存轻视，反倒愈发敬畏。这一世大部分神奇物品能发挥多少取决于本身的水准，格尔曼斯帕罗要是没有一定的实力和丰富的超凡领域战斗经验，就算拥有蠕动的饥饿，也没办法在10来秒内就解决掉钢铁麦维提加冷静的斯考尔。二是他的船长冰山中将艾德文纳·爱德华兹从秘密渠道获知，飓风中将并没有死在风暴教会手上，而是于逃跑的途中被某位强者快速击杀。巅峰时期的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有多么强大，达尼兹不缺乏了解，明白一位可以轻松解决他的强者究竟处在哪个位置，那等于站在所有海盗顶端的王者，而且还是其中最强大最恐怖的两位，五海之王和神秘女王。虽然有突袭的因素，但也最多下调一些评价，不会比不死之王差多少，强过地狱上将和血之上将。蠕动的饥饿现在归属于格尔曼斯帕罗，说明要么他就是杀掉麒麟格斯的强者，要么他背后还站着一位4王级的大人物，无论哪种可能，都比我原本想象的、预料的更加可怕。达尼兹身体紧绷，实在不想去面对那流着疯狂血液的冒险家。呼，他吐了口气，觉得自己在这里犹豫太久了，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格尔曼斯帕罗会占卜，而且对这方面的能力相当自信。我的阴影斗篷又在他的手上，逃跑不仅难以成功，而且还会激怒他。阴影斗篷是少见的神奇物品。达尼兹一咬牙齿，从墙角转出，进入旅馆大门，一路来到那间豪华套房外面，谨慎的等待了几秒，观察了下动静。达尼兹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他看见屋内一片昏暗，煤气壁灯未被点燃，清晨不算明亮的阳光从窗口照入，洒在了面朝房门的格尔曼斯帕罗身上。这位冒险家已换回原本的打扮，黑色呢质大衣配深色长裤，手里拿着半高丝绸礼帽，右脚抬起，搁在了左边大腿上。他略微后靠，面容因背对窗户显得阴暗模糊，唯有那双深棕色的眼眸异常清晰，淡漠平静地注视着门口。达尼兹不自觉就低下了脑袋，干笑两声道：“按照你的吩咐，我绕到了几家报社所在地，将烈焰击杀钢铁麦维提、血色荆棘亨特利和斯考尔的消息写在纸上，扔了进去。当然，在这条新闻内，我拥有一位强大的帮手，他神秘未知，是一个顶级冒险家，是一位老练资深的赏金猎人。”克莱恩轻轻颔首，露出礼貌的笑容。很好，达尼兹松了口气，四下张望了几眼，看见了那张孔雀蓝底色的飞毯。他愣了几秒，疑惑问道：“钢铁和亨特利的脑袋呢？”克莱恩平缓开口道：“没拿。”达尼兹惊愕脱口：“那我们的赏金怎么办？”只要有钢铁和血色荆棘的脑袋，他就能通过一些有关系、有背景的人拿到相应的悬赏。虽然这会损失15%到30%的金钱，但作为一名海盗，不可能自己去领取，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军方和教会用悬赏鼓励海盗们自相残杀，不意味着他们会放过送上门来的礼物。让达尼兹没想到的是，他眼里疯狂渴求着金钱的格尔曼斯帕罗居然没取走钢铁和血色荆棘的脑袋，等于自动放弃了悬赏。克莱恩没有回答他，指了指地上的飞毯：“你是合作者，你有2个选择，一是3000磅现金，二是这个飞毯。给你5秒钟时间考虑，超时视为放弃3000磅现金或者飞毯。这飞毯好像只有悬浮和飞行2种能力，而且速度不算快，用处不是太大。不对，在海上，
对水手途径之外的非凡者来说，这类物品很珍贵，至少不用担心传承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了。达尼兹一时有点犹豫，然后他听见格尔曼斯帕罗述道：“3、2。”达尼兹心头一惊，慌忙开口道：“飞毯。”克莱恩点了下头，好知道对方很有信誉。达尼兹终于放松下来，半是嘀咕半是抱怨的问道：“你怎么没数5和4？说好的是5秒。”克莱恩表情不变的回答道：“心里数了，心里数了。”达尼兹深吸了口气，露出扭曲的笑容。克莱恩慢慢站起，手腕一抖，扔出掌中的礼帽，让他稳稳挂在了架子上，然后走向了卧室。海浪教堂，以陈其名义入内的阿尔杰见到了教区主教乔戈里，将昨晚的遭遇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唯一做了修饰的地方是，把血族麻醉气体改成了黑夜教会的沉眠符咒。乔戈里赞赏点头，为了信仰，敢于深入敌窟，承受生命威胁，这样的行为值得褒奖。你是真正的风暴使者。昨晚我们抓捕了5位非凡者，当场击杀了2位，麦维提、亨特利和斯考尔也因此身亡。这3位海盗的脑袋要么已不会再出现，要么就在我们手上，政府的悬赏金将归属于我们。这总计超过1万镑，你将获得大部分，也就是6000镑。不要推辞，主告诉我们，为信仰而战者，不可使其困顿。风暴在上。阿尔杰一脸激动的握拳捶击左胸。虽然他和世界没有约定怎么分战利品，但他相信2人对此是有一定默契的，比如各自狩猎的海盗身上的事物互不干涉，悬赏金因为要通过教会洗白，2人平分。至于英蒂斯、福萨克等国家和组织的赏金，阿尔杰没有奢望过，因为每一次领取都需要交出目标完整的尸体或脑袋，所以只能挑选其中一家。唯有背景深厚，与各国各组织关系融洽的人才能全部拿到。3000镑是属于世界的，我一下少了3000镑，必然会引起怀疑。得找机会买件神奇物品，这种东西因为稀少，往往都有溢价，急需的时候更是如此。3000镑买的报5000镑，没人会怀疑。再把老奎因那里得到的东西卖一卖，这个账就平了。阿尔杰迅速就有了后续的处理办法。知道了将有3000镑入账的克莱恩，心情愉快地坐在愚者那张高背椅上，思考起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放牧钢铁麦维提后，根据承诺，他将释放蠕动的饥饿内的一个灵魂。他们的非凡能力都很有作用，在没找到替换前释放相当可惜。而且我已经释放了那个无面人，这次似乎没有必要。犹豫、迟疑、不舍的情绪在克莱恩心中发酵，让他许久没有做出决定。过了一阵，他往后一靠，吐了口气。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他摇头失笑，因下定了决心，一身轻松。他将遵守承诺，释放一个灵魂。之前的无面人是因为他想获知相应情报才提前释放，实质已经是等价交换。释放哪个呢？正义小姐买了心理医生的材料，买了5500镑的神奇物品，再有钱应该也出现了资金的紧张，这个时候卖心理医生非凡特性不是太合适。他还差我卷折2000镑，2、3月份偿还。克莱恩否决了之前的想法，打算先释放那个梦魇。作为前职业者，他对这个领域的非凡者总是有些印象加成和感情偏向的，所以没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选择不难做出。平复了下情绪，克莱恩拿起之前带入灰雾之上的人皮手套，闭目感应起那一个个扭曲虚幻的灵魂，没有犹豫，他释放了梦魇。第48章文献资料。青铜长桌侧方，梦魇呈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外表年龄30来岁的男子，黑发蓝眼，脸颊瘦长，鼻翼两侧有较明显的沟痕，嘴边和下巴长满了不算茂密的胡须。随着那能直观感受到的痛苦与扭曲缓和，他以手按胸，庄重行了一礼。与之前那位无面人相比，这梦魇被释放后明显没那么浑噩和脆弱。也不知道是因为黑夜途径对灵的提升要强于占卜家途径，还是由于他被放牧的时间较短。克莱恩暗叹一声，以通灵的方式直接问道：“你为什么会死在麒麟格斯手上？”那梦魇嘴角微勾，露出苦笑：“我是职业者里面的红手套，正追查一批来源于拜朗皇室陵墓的古老文献，他们疑似与陨落的死神有关。我发现其中一部分可能落到了某位富豪手中，于是带领2位同伴登上了他乘坐的那艘船。不幸的是，
正要展开调查的我们遇到了麒麟格斯船队的袭击，你的同伴呢？克莱恩下意识问了一句。梦魇略显痛苦的说道，我们本来有机会离开，甚至凭借熟练的配合击杀麒麟格斯，但我们的船沉了，只能改做救生艇，所有人都死了，不，殉职了，愿女神庇佑你们。克莱恩在心里默默画了个绯红之月，这让他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海上的战斗与陆地上的有极大不同，环境因素至关重要。不是水手途径的序列者会非常吃亏，如果不是那张飞毯面积大，不便于携带，且速度很慢，容易成为靶子，克莱恩肯定会选择留下他，给达尼兹现金。还好，我有愚人的镖，可以找工匠制作水底潜行类神奇物品。可惜的是，工匠非常难找，绝大部分都在蒸汽教会，野生的不多，否则流通的神奇物品不会稀少到现在这种程度。实在不行，还是得请倒吊人先生帮忙。克莱恩看着面前因公殉职的梦魇，轻轻后靠道：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那梦魇的身影已在缓慢消散，闻言笑道：我叫戴维雷蒙，我在一场黑魔法事件里失去了父母、妻子和兄弟姐妹，只剩下一个女儿，她叫妮露，出生于1330年，是个很可爱的女孩。我很遗憾，为了追查那场黑魔法事件的真相，我加入了职业者，后来更是成为红手套，一直没有好好的长久的陪伴她，让她在失去母亲的同时，也近乎失去了父亲。呵呵，我相信教会肯定会将那份抚恤金一分不少的给她，并在暗中给予一定的帮助。我不担心她的生活，我只希望能看到她在女神的见证下进入婚姻的殿堂，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不再孤单。今年是1350年，她也许已经有了结婚的对象。克莱恩半是感慨半是叹息的说道，时间过得真快啊。戴维雷蒙梦一般回应告诉他，所有的凶手都已经被惩戒，我是因为意外才身亡，不需要再仇恨谁。告诉他，爸爸爱他，爸爸很抱歉。他的身影越来越透明，行将消失。克莱恩闭了下眼睛道，他住在哪里？那个收藏了死神文献的富翁叫什么名字？我们住在迪西郡康纳特市，那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附近盛产橡胶。如果他没有搬家，那就还住在红梧桐街67号。那个富翁叫吉米内克，他应该也落到了麒麟格斯手上。戴维雷蒙话音未落，身影已完全散去，只在手套表面留下了一颗黝黑深邃的宝石状胶质物。克莱恩静静看着这一幕，过了好几秒才抬起右手，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下，并低沉开口道，如果有机会，我会去看看你的女儿，看看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巨人居所般的宫殿下，灰雾漫无边际，没有起伏，亘古不变。克莱恩收起戴维雷蒙的非凡特性，揉了揉额角，将注意力转回至死神文献的事情。死神途径和黑夜途径可以在高序列互换，教会派人追查相应文献的下落，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地方。吉米内克不知道死没死，得打听一下。如果他已经在那场惨案里过世，且东西落在了麒麟格斯的手上，那就得从海盗方面查起。麒麟格斯的船队现在已经归属于疾病中将特雷茜，因为涉及死神，也许能帮助到阿兹克先生。克莱恩决定顺手查一查，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写信通知大佬。理清了思绪后，他迅速返回现实世界，并利用仪式将蠕动的饥饿又带了出来。做完这一切，见时间已经不早，他放弃了补眠的打算，决定总结下昨晚行动的经验和教训。对克莱恩而言，最大的教训就是高估了代法者们的耐心。他原本希望的是，即使前面有一定的意外，代法者也能克制住自己，等待真正的主角、真正的目标钢铁麦维提登场。那个时候，他们肯定会使用多人入梦的封印物，将掺和进来的野生非凡者全部控制住。而本质特殊，能察觉入梦并强行挣脱的我，就可以从容对付钢铁麦维提和他的帮手，完成秒杀这个成就，并带走1到2具尸体。结果刚有意外，那群暴躁老哥就全部冲出来了，甚至没留下防范意外的预备队，顶多也就是让封印物持有者待在外围，并配有1、2位保护者。克莱恩越想越是哭笑不得。如果不是钢铁麦维提那伙海盗比较谨慎，分出了至少2位非凡者和所有的傀儡，活尸去阻挡后续可能追来的代法者，克莱恩大概率会面对2打5这种情况。那样一来，他将选择放弃，直接进行战略转移。而最让克莱恩满意的一点是，自己的针对性准备做得相当好。
这是魔术师的职业习惯，因为早就从沙伦小姐或马里奇那里知道了一种途径前面5个序列的特点。克莱恩很清楚，有过疯子阶段的钢铁麦维提能利用非理性因素对抗干扰思绪、影响精神的非凡能力，在这方面有很强的抗性，所以他放弃了心理医生的龙威和狂乱，放弃了明显不如带法者封印物强力的梦魇，只针对性的使用审讯者的精神刺穿和光之祭司的进化能力。精神刺穿非干扰思绪、影响精神的非凡能力，而是直接攻击灵体的手段。本质上来讲，其他是作用于心智体，它的目标是精神体，两者有显著区别。那一套连招，只要有一个环节没能产生预想的作用，钢铁麦维提就能缓过来，让我无法完成肃杀。而以当时的环境，这也就意味着失败。我也针对性地利用了这个途径纵欲派系容易被情绪掌控的特点，相信他们一旦精神受创，大概率会发疯一样反扑，不考虑其他。其实对付活尸最稳妥的打法就是布置好火柴或达尼兹，利用火焰跳跃和神圣之光，放麦维提风筝，让他想战斗抓不住对手，想跑又逃不掉，一个火球过去，我就能追上来。可惜的是，这太浪费时间了，环境不允许。克莱恩叹息一声，掏出怀表，啪的按开，看了下时间，见已接近上午9点，他拧动房门把手，走出了卧室。这个时候，达尼兹正躺在安乐椅上，睡得整个房间都是蒸汽机在运转般的呼噜声。他也算是警觉，克莱恩刚一出来，就睁开了眼睛，翻身坐起。你要外出？达尼兹看见格尔曼斯帕罗取下了衣帽架上的礼帽，克莱恩维持着人设，没解释自己要尝试扮演帮人表白。那我呢？钢铁麦维提和他的手下已基本全部完蛋，我不用再那么担心了。即使报纸不刊登这条新闻，我也可以自己宣扬出去，有的是闲着没事的海盗和冒险家以此做吹牛的材料，使事情扩散到海上，提醒船长那群狗屎除了喝酒和吹牛什么都不会，但就算这样也有点用处。达尼兹想了想，隐含畏惧的问道，斯帕罗先生，我可以离开了吗？克莱恩一点点露出笑容，你一直是自由的，对啊，我这次又没被他抓住，只是寻求帮忙。我一直是自由的。达尼兹先是一愣，旋即惊喜。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格尔曼斯帕罗轻飘飘来了一句，但是他到现在为止啊。什么？达尼兹一脸茫然，用了足足3秒钟，他才明白过来格尔曼斯帕罗的真正意思，那就是自己又被对方抓了。为什么？达尼兹又愤怒又憋屈的问道。克莱恩戴上礼帽，低沉说道，我想见你们船长。达尼兹眼睛一下圆睁，猛地站起，脱口喊道，你想做什么？这家伙有点激动啊。克莱恩平静回答道，有些事情问他。第49章演技派。有事情问船长。达尼兹皱着眉头，目送格尔曼斯帕罗离开房间，不知道对方真正抱着什么目的。这家伙究竟在追求些什么？金钱、财富？可他完全有时间有机会拿走钢铁麦维提和血色荆棘亨特利的脑袋，换成近万镑赏金，抽成下来也有个7、8千镑，却没有这么做，而且还慷慨的分了我战利品，这很矛盾啊。他听到我是烈焰时，第一反应就指向了3000镑悬赏，按照船长的说法，这不科学。他为什么要故意放弃赏金呢？除非他有更好的办法，更安全的领到，或者专门留给谁。他提前就防备了带法者的出现。他有自己的关系网和情报渠道，这样一来，所有事情就得到解释了。加上可能存在的杀掉麒麟格斯的那位半神格尔曼斯帕罗背后有个隐秘强大的组织啊。达尼兹被自己的推测吓到，本能想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这种感受，结果忘记了左臂还在骨折中，顿时痛得呲牙咧嘴，这让他愈发惶恐，不想让船长和这么危险、这么疯狂的家伙见面。他甚至怀疑格尔曼斯帕罗的真正目的就是船长那26000镑赏金。单挑的话，那个疯子未必赢得了船长，而且我们还有大副、二副、三副和几位水手长，但是他的背后有个实力恐怖的组织，要想伤害船长，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达尼兹挺起胸膛，昂起脖子，充满了自我牺牲的悲壮感。他抬手理了下头发，长长的嗯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再观察观察。
也许格尔曼斯帕罗真的只是想询问些事情，他下意识环顾了一圈，发现飞毯和阴影斗篷都在，没有缺失。也就是说，格尔曼斯帕罗将属于我的东西都留了下来，他就不怕我趁机逃跑吗？或者说，他偷偷拿了我的头发，便于占卜？不，他是个疯狂的家伙，即使要用头发，也会直接走过来，伸手拔一根，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做。对了，他背后有个强大而隐秘的组织，也许这个时候就有那个组织的人员在暗中监控我，等着我离开，等着我去找船长。阴险，格尔曼斯帕罗肯定是故意出门的。达尼兹觉得自己凭借经验和智慧把握住了事情的真相，他来回踱了几步，重新坐到了安乐椅上，无声嘲笑道：我不走了，我要看看你们究竟想做什么，我不会把危险带给船长的。下午3点过一刻，西米姆岛，这里同样属于罗斯德群岛，但距离慷慨之城拜亚姆最远，需要近5个小时的客轮才能抵达。克莱恩途中采购了一套本地特色的服装，并买了个小的行李箱装换下来的衣物，总计花费了14苏勒，不到1磅，真便宜啊！也就是正装的零头，穿阔脚裤，披咖啡色厚夹克，戴浅棕色鸭舌帽的克莱恩顶着张毫无特色的本地脸孔，走下客轮，进入了西米姆岛有些陈旧的港口，花费时间购买服装，变化形象的他错过了9点的渡轮，只能坐10点这班。想到这次扮演的开销，他忍不住又算了遍自己目前的财政状况。无面人特性卖了3825磅，海盗赏金3000磅，这6825磅虽然还未拿到，但只要倒吊人先生没暴露，就基本可以纳入预算了。唐纳他们的感谢金加本身剩下的钱，零零碎碎有255磅。钢铁麦维提身上搜出了26磅11苏勒8便士，还有5枚压舱的金币，最近都没怎么花钱，总计也就1磅出头的样子，这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这么算下来，我将有7110磅，而且还多了梦魇的非凡特性。愚人的镖价值都不算低，想一想，这一笔我赚了3000磅赏金加活尸的非凡特性，后者3000到5000磅，也就是说收入7、8千磅。这还只是一个钢铁麦维提加血色荆棘亨特利和斯考尔，并且浪费了不少。狩猎海盗真是份不错的工作，又能主持正义，惩罚罪恶，保护弱小，又能一夜暴富。克莱恩下意识转头望向侧方，只见这里的海水颜色比拜亚姆那边清澈了不少，整体就仿佛一颗碧绿的、巨大的、晶莹的宝石，在阳光下映照出了金灿灿的辉芒。果然，一代又一代冒险家出海寻找财富，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扣除掉古老怨灵的残余灵性，6亿石像鬼的眼睛，苏尼亚金色泉的泉水等密偶大师的辅助材料开销，剩下的钱也能让我在这里，在迪西海湾，在南大陆殖民地，在非大都市区域买一个还算不错的庄园了。鲁恩的乡村风光据说非常美丽，如果最后真的回不去，可以考虑定居类似的地方。我还有10%的贝克兰德脚踏车公司股份，以后回报不会低。有了底气的克莱恩腰背挺直的思考起未来，一阵漫无边际的畅想后，克莱恩开始考虑更加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梦魇的非凡特性是卖，还是找机会归还黑夜教会，或者通过工匠制作成神奇物品。看情况吧，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卖给教会，顺走了职业者2份魔药的殉职者。克莱恩不太确定的想着，同时他希望小太阳尽快到序列期，有资格接触去除非凡特性精神污染的方法。至于释放手套内光之祭司的事情，他并不着急，小太阳刚拿到序列期的魔药配方，对后面暂时没什么需求，得等很长一段时间。而光之祭司的能力用来对付血质上将那伙海盗非常有效，比太阳胸针强不少。思绪慢慢沉淀，克莱恩进入了港口小镇，这里基本都是本地人种，皮肤近古铜，黑发天然微卷，身上散发着长期与香料打交道的气味。变化容貌，问清楚蕊妮的情况以及是否有温特的死讯传回后，克莱恩找了个僻静的角落，用手一抹脸庞，将自己变成了五官颇为深刻、身材瘦瘦高高的温特。他提着行李箱，绕着小镇靠近郊外的地方，看见了蕊妮家的酿酒房。亚麻色头发的女孩已经不能称之为少女，和温特记忆里相比，明显成熟了不少。她正在打扫门口，周围没什么人经过。呼，克莱恩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觉得内心充满了为难的情绪。
作为键盘强者，他知道方法派、体验派等表演学说，但缺乏更进一步的了解，只能自己尝试着揣摩这种场景下温特的心情和该有的表现。终于，他眼睛一闭，走了过去。蕊妮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清楚了访客。他嘴巴微张，发出半截惊讶的啊声，旋即板起脸孔道：“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记住，你只是在表演。”克莱恩露出一抹笑容道：“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他用的是本地方言，并带上了几分不伦不类的拜亚姆腔调。罗斯德群岛的语言同样来源于古福萨克语，属于另外的变种。对身为半个历史学家的克莱恩而言，并不困难，稍微花费了点时间就基本掌握了。告别？蕊妮略感诧异的反问道。克莱恩侧过脑袋，望向旁边，笑了笑道：“我要去追逐一个宝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到时候，我会带着大笔金钱出现，买下郊外的庄园，种植些橡胶树，弄一个葡萄园，有自己的磨坊、酒窖、铁匠铺，让空气里弥漫各种各样的香料味道。然后买几个奴隶，请一些佣人，就像那些老爷一样。呵呵，还差一样。”他战胜即将冒出的鸡皮疙瘩，转头看着蕊妮的眼睛。还差一个妻子，还差庄园的女主人。蕊妮，我喜欢你，我想娶你。我今天说出来，不是为了获得答案，是害怕再没有机会告诉你。蕊妮静静听完，突然愤怒骂道：“温特，你是个懦夫！”啊，这反应有点不对啊！克莱恩故意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蕊妮压抑着嗓音道：“3年前，我已经准备好和你一起去拜亚姆，结果你什么都没说。你这个懦夫，你这个胆小鬼，你现在告诉我又有什么用？你马上要出海了，也许再也回不来。”他越说越是激动，你说出口自己是开心了，没有遗憾了，可我怎么办？一直想着你会回来，一直痛苦下去。你这个自私鬼！他挥起手中的扫帚，猛地打向了对面的温特。克莱恩知道真正的温特这个时候会打掉扫帚，抱住女孩，告诉她自己不再出海，但他却办不到，只能假装狼狈的被赶走，一路跑到了附近的巷子内，用脑袋轻磕起墙壁，无声自骂道：“太 TM 尴尬了，太 TM 尴尬了。”蕊妮回到门口，拿着扫帚蹲了下来，他脸色灰沉，不知在想些什么。隐隐约约之间，他听见了一道声音，接着整个人就沉睡了过去。使用完符咒的克莱恩转了出来，推了下靠着墙壁坐至地面的蕊妮，然后快速离开了这里，躲到远处偷窥结局。蕊妮很快醒转，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睡了过去，刚才的一切都仿佛梦境。他依旧坐在那里，许久未动。忽然，他埋下脑袋，发出了一声似乎从喉咙深处挤出的尖尖的、细细的低骂：“温特，你这个自私鬼！”哎。有了点消化感觉的克莱恩叹了口气，变化容貌离开了这里。他还得在西米姆岛住一夜，因为上午才有去拜亚姆的客轮。第50章杨大人。转入2条主街道之一，换了张脸孔的克莱恩直奔绿色的油桶而去，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封早就准备好的信，这是他模仿警察局公文格式写的死亡通知单，寄送对象是西米姆港口小镇的警长。内容是本地居民温特在拜亚姆突发疾病身亡的消息。在决定做这次扮演时，克莱恩已经制定好了相应的方案，务求事情能顺利进行，不偏离轨道，且不对女孩蕊妮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他的计划是利用沉眠符咒将真实的扮演伪装成一场梦境，这样一来，女孩蕊妮若是对温特没有爱情，直接拒绝了他的表白，事后听说对方的死讯时也不会有什么愧疚的心理，顶多感觉害怕。而这可以通过去教会祈祷和告解有效安抚。如果女孩蕊妮同样喜欢着温特，回应了告白，梦境这个理由则有助于克莱恩脱身。之后的死讯通知则能斩断蕊妮的期待，不对她将来的生活产生较为恶劣的影响。可就算这样，还是有点残忍。无论哪种女性，面对喜欢的男孩在死后托梦表白这种事情，都肯定悲痛欲绝，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释怀。如果什么也不做，等温特的死讯正常传回来，蕊妮必然也会异常难过，只是不一定那么严重。但是他心里那个结或许将永远无法解开，会一辈子纠结于当初温特外出冒险是为了追逐两人的未来，还是单纯不喜欢自己。事情这样收尾未尝不好，等他缓解了伤痛，
就会带着那份曾经被人真挚爱过的温柔对待未来的生活。不管怎么样，为了扮演，强行涉足别人的生活，让无辜者受到一定的影响，即使有完成心愿做借口，也不是真正善良的事情。真像罗塞尔说的那样，非凡途径越往后走，越是有一种扭曲和邪异的感觉。扮演法未必不是催化剂，我只能尽力将这种影响压到最低。投递完信，克莱恩吐了口气，顶着张毫无特色的本地人脸孔，向小镇唯一的那家旅馆走去。途中，他总结了下刚才的经验，那就是真实伪装成另一个人并收获反馈，应该是无面人守则的主要条款，仅次于你可以伪装成任何人，但只能是自己。换做某些无面人，或许会为了这次扮演，封锁温特的死讯，答应蕊妮的表白，用1到2年的时间和对方恋爱、结婚、生子，然后不受这个身份各种关系的束缚，牢记自己是谁，冷酷离开。这个过程里，如果一直没有暴露，魔药差不多也就消化完毕了。但我真的做不到啊，根本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只能打打擦边球。克莱恩一阵唏嘘，莫名畏惧。他摇了摇头，无声自嘲道：非凡者必须时刻对抗的不仅是危险和疯狂，还有源于自己的各种各样恶念，以及稍不留神就会沉沦的堕落引力。就算这样，到了最后，说不定同样会被深渊污染，成为自己发誓要清除的那种怪物。收敛心思，克莱恩踏入旅馆，对柜台后的老板道：一个普通房间，身材瘦削的老板抬头看了一眼道：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我这刚捏的脸怎么会有？克莱恩讪讪笑道：忘记携带了，那你无法住宿，这是我们小镇的规定。老板重新埋下了脑袋，计算今天的收支。克莱恩掏出了张伊苏勒的纸币，若无其事的推了过去。老板顿时瞪大了眼睛：不，收起它，我可不想被警长关起来。出去，你这个没有身份证明的肮脏家伙！克莱恩略显愕然的被赶出了旅馆，无法相信万能的金钱在刚才失去了作用。沉吟几秒，他转入一条无人的巷子，变回了五官深刻的格尔曼斯帕罗。克莱恩重回旅馆，轻敲了下柜台桌面，用带着贝克兰德腔调的鲁温语道：一个房间。老板抬头一看，当即放下手中的物品，边站起身边点头笑道：好的，您需要能看见海的房间，还是比较安静的。他改用了蹩脚的带着浓浓香料味的鲁温语，再没有提身份证明的事情。这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克莱恩腹诽了一句，礼貌回应道：安静，是，好的。老板连声回应，然后他喊来侍者看守柜台，自己拿上钥匙，领着克莱恩往2楼走去。先生，您需要住几天？每晚是1苏勒5便士。今晚克莱恩有些受不了这种热情，言语简洁的回答道：在蔚蓝之风旅馆，他和达尼兹住的豪华套房，一晚是5苏勒。毫无疑问，老板挑选的那个房间干净而整洁，港口旅馆常见的潮湿情况也基本没有。克莱恩环顾了一圈，满意点头道：非常棒，这是我的荣幸。老板谄媚中带着明显的畏惧。克莱恩放下行李，休息了一阵，起身重回底楼，准备解决晚餐问题。整个1楼除了柜台，凌乱摆放着多张桌子，表面都略显油腻，角落位置壁炉熊熊燃烧，散发出光与热。罗斯德群岛偏南方，冬日最低也就10度左右，但对当地人而言，这依旧是需要烤火的寒冷天气。克莱恩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点了份本地特色烤肉和香叶蘑菇汤，主食则是土豆面包。等待的过程里，他悄然扫了遍餐厅内的食客，目光本能落到了一位女士身上。这位女士有一头简单扎起的黑发和一双极有特点的青灰色眼眸，长相属于耐看那种，越瞧越有味道。她明显不是本地人种，却穿着男士衬衣，配茶色后夹克，手边放着顶中间凹陷的圆边帽，这是大海上较为常见的冒险家打扮。同一桌的3位男士也是如此，且有明显的日晒雨淋特征。克莱恩从不掩饰自己有欣赏美丽女士的心态，但对方引起他注意却非源于容貌。大海上有着强烈的歧视女性氛围，能在冒险家、海盗团里混出一定地位的女人，要么很有心机手腕，要么实力很强，要么两者兼备，是必须小心和提防的对象。他们的皮靴上有较为新鲜的泥点，刚才从林内回来，呵呵，真是冒险家啊！克莱恩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做出了初步的判断。
如果这4位冒险家是从拜亚姆乘船过来，即使之前有踩中污水，碰到淤泥，痕迹也应该早就变干。而小镇内部的道路因为这2天没有下雨，还算整洁，只是有些灰尘。排除掉这2种可能，就只剩下对方从郊外丛林里探索归来这一个解释。克莱恩之前就听说过，许多冒险家会深入殖民岛屿上的原始森林内，寻找被废弃、被遗忘的异教神庙或祭坛。那些地方往往有古代供奉的黄金和珠宝，只是后来因种种缘由被埋葬在了无人问津、无人知晓的地方。各个岛屿的酒吧内都不缺乏谁在丛林冒险里满载而归、一夜暴富的传说。那些地方说不定有邪灵徘徊，还不如狩猎海盗，至少提前能获得相应的资料。克莱恩收回目光，专心等待食物。7大教会将殖民地原始信仰里的各种神灵归类为邪灵，但克莱恩认为里面应该有一部分属于自然灵。过了一阵，特色烤肉端了上来，它们被切成许多小块，串在木签上，表面涂抹有棕红色的酱料，香味浓郁，色泽诱人，和上辈子的烤串有点像。在鲁恩，都是一大块肉一大块肉烤，烤完才由厨师分割，这里的方式更加入味。克莱恩拿起根木签，咬了块肉下来，只觉肉汁微溢，咸香之中带着微甜，是我喜欢的类型。他满意点了点头。这一餐，克莱恩吃得相当满意，甚至还品尝了当地的咕噜树树汁。这是一种特色饮料，就像加了糖和奶的柠檬水。回到房间，因为昨晚狩猎，一夜未睡，他早早洗漱完毕，熄了壁炉，钻入了被窝。而睡得太早，必然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半夜被尿憋醒。克莱恩美梦中断，睁开眼睛，一点点积累掀开被窝的勇气。半夜的西米姆有8、9摄氏度的样子，就体感而言，已算寒冷。静静躺了一阵，克莱恩伸出手臂，又默默缩了回来。思考了几秒，他再次探手，拿起了床头柜子上的太阳胸针。虽然这只提供精神上的炎夏，实质并没有提供热量，但至少可以欺骗自己。现在不冷。克莱恩挪出被窝，直奔房间内的盥洗室。他眯起眼睛，舒缓起下腹的压力。一切完毕，他拉好裤子，准备洗手。灵感突有触发。克莱恩微皱眉头，抬眼望向盥洗室的通风口。忽然，一条黑而滑腻的东西掉了下来，挂在那里。这是一条吐着芯子的毒蛇。克莱恩吓了一跳，张开嘴巴，发出了声音。砰！那条毒蛇惨遭命中，变成了2截。发生了什么事情？克莱恩凝望几秒，见再无动静，遂走出盥洗室，从衣物口袋里掏出了枚金币。